在近一段时间，根据乌方公布的信息，乌军陆续击毁了9个俄军弹药库和11个军事基地。好家伙，这乌军是真能炸呀！俄军那就早就摇摇欲坠的后勤还能撑住吗？而与此同时，现今乌军的打法似乎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根据7月6号最新的前线消息，在大诺沃希尔卡区域，乌军在完全控制了普里尤特涅后，暂时停止了进攻行动，并且开始在村庄内构筑防御工事。目前尚未观察到俄军反击，而在利沃皮里的南侧，乌军则是继续派出小股部队试探性的进攻俄军防线。至于马卡尼夫卡与乌洛然涅周边，乌军则继续在炮火掩护下攻打着多处的俄军防线。然后是扎波罗热南线区域，双方的战况并没有明显变化，西侧的战斗依然是在围绕着派特科哈特周边进行。当然了，乌军是进攻方，俄军则是防御作战。东侧的战斗呢，依然是在博罗季涅北线展开，乌军一直在进攻俄军阵地，而俄军在炮火掩护下艰难防御，未来几天战线可能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是在巴赫穆特区域，根据乌副外长的消息，乌军在巴赫穆特南部再次推进了近2000米，也就是说，巴赫穆特的南大门已经被打开了。与此同时，该地北部的乌军也向前推进了2公里左右，目前已经攻入了巴赫穆特的势力。虽然还未到达市中心，但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要知道，当时围攻巴赫穆特的瓦格纳集团可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任务。与之相比呢，乌军是只用了1个多月就再次攻入了巴赫穆特市区，说不定只需要再有1-2个月就能重现控制该地区了。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在赫尔松区域，此前由于俄军炸掉了新卡霍夫卡水坝，导致双方重型装备无法通过。现今呢，随着洪水逐渐退去，乌军已经顺利渡过了第聂伯河，并在安东诺夫斯基桥附近建立了桥头堡。近期虽然俄军进行了多次反攻，但都被乌军击退。也正是因为有桥头堡做掩护，乌军已经在第聂伯河架起了浮桥。这个浮桥呢，可以通过重装备。目前乌军后续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渡河准备，已经有 S-300和一些坦克渡过了第聂伯河，正在为之后的推进做准备。值得注意的是，在7月5号，根据俄新社的报道，俄方承认乌军即将在7月11到12号举行的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前发动第3波大规模反攻。这次的主攻方向呢，就是在扎波罗热。至于乌军为什么要如此急迫地发动进攻，主要还是为了展现战果。虽然说此前泽连斯基会表示稳步推进，乌军呢也确实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但是想要获得更大力度的援助，的确需要更大的战果予以支持。因此最近几周，乌军一直在准备预备队，也就是没有参与第1阶段进攻的部队，计划向多个方向发动进攻，其中甚至包括了俄军的大后方。目前根据不确定的消息，乌军似乎正在利用夜幕掩护，秘密地将人员装备分成小组，派往各个前线区域。另外，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近2周的进攻当中，乌军几乎没有投入装甲车辆，很有可能就是为了保存装备，以尝试集中使用，进而一举突破俄军防线。而与此同时呢，为了更有效地打击俄军作战力量，乌军已经开始转变作战思路了。就在此前7月4号，综合塔斯社和德新社的报道，乌国防秘书阿列克西·丹尼洛夫对外解释了乌军近期反攻进展缓慢的原因，宣称乌军已经改变了反攻策略，现阶段的首要进攻任务不再是继续推进，而是最大限度地摧毁有生力量和武器装备。他在推特上还写道：“现在摧毁战就等同于推进战，我们的行动稳扎稳打。”而开头呢，大兵也提到了，近段时间呢，乌军已经陆续摧毁了9个俄军弹药库和11个军事基地。最近的一次呢，是在7月4号深夜，俄军控制下的顿涅茨克地区马卡耶夫卡一座弹药库被乌军远程火力摧毁，并且发生剧烈爆炸，期间共有40多人受伤。虽然当地俄军说乌军击中的是一座医院，但从视频中呢可以看出，这座医院至少是堆放了好几吨的弹药。毕竟爆炸产生的蘑菇云都高达上百米了，不是弹药殉爆，难道是烟头吗？所以说，现今乌军不再急于收复失地，而是要在前线拖住俄军，进一步增加当地守军的压力，迫使俄军不断地往前线调遣部队。
然后乌军就能利用远程精确打击武器集中消灭增援过来的俄军有生力量，以及那些重武器、油料库、炮兵阵地、指挥所和防空导弹系统等等。具体操作流程呢，就是乌军会先沿着前线阵地布置适当数量的155毫米自行火炮，然后由无人机潜入俄方阵地5到8公里深处寻找高价值目标，期间会有乌军反炮兵雷达侦察探测，一旦发现俄军目标，无人机呢就会迅速回传坐标数据，再加上数字卫星地图的确认，最终由后面的炮兵部队进行精准打击。目前呢，乌军已经开始在瓦西利夫卡至梅里托波尔轴线上用各种方法将俄军士兵赶出战壕，然后炮击他们，歼灭其有生力量，减少推进阻力。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条轴线上，乌军距离苏罗维金防线的第一道防御工事已经只剩下3到5公里了。而所谓的这个苏罗维金防线啊，就是由原俄军前线总指挥苏罗维金下令在扎波罗热构建的防御体系。俄军呢一直宣称这个防御体系固若金汤，其中第一道呢是由数十条设防火线组成，中间还包括了广泛的雷区和工程屏障。第二道防线是几十个据点，每个据点都有一个连或者一个排的俄军把守，且配有反坦克系统和监视设备。在2道防线之间呢是四通八达的物流网络，与各交通枢纽和后方基地相连。只不过苏罗维金防线再强大也没用了，因为按照目前乌军的意思，就是要将扎波罗热前线变成一个钓鱼池，进行钓鱼战术，不断发动小规模攻势，吸引俄军不断地前往第一线阵地，然后就会集中打击俄军有生力量和重武器。一旦俄军伤亡和损失达到一定程度，自然也就守不住第一线阵地了。紧接着2线、3线阵地也将如法炮制，从而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战果。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感到有些熟悉？没错，在此前，俄罗斯在去年7月份到今年5月份派遣瓦格纳集团猛攻巴赫穆特期间，用的就是与之类似的战术，也就是围点打援。那时候呢，瓦格纳的厨师叶夫根尼曾经表示，巴赫穆特作为一个防守严密的筑垒地域，乌军士兵不仅训练有素，而且抵抗意志极强。我们的作战任务并不是巴赫穆特本身，而是为了削弱或者摧毁乌军的战争潜力，尽量消灭乌军的有生力量。虽然这次行动被称为巴赫穆特绞肉机，但我们也为其他作战方向的部队争取了时间。期间，俄军从各个方向加速调集装备物资，用巴赫穆特的进攻牵制了包括乌军第93机械化旅在内的大部分主力。当时由于巴赫穆特是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地方，虽然战争爆发之前呢只是一个7万人口的小城，但该城市一直都是顿巴斯区域的交通枢纽。其红军城、杜日霍夫卡、阿夫迪夫卡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分别位于巴赫穆特3个方向，后面更是乌军在顿巴斯区域的核心阵地，即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一旦巴赫穆特失守，乌军将很难继续在双子城立足，俄军前进的脚步也会变得势不可挡。因此，乌军必须死守巴赫穆特，为此不计代价地投入大量兵力，伤亡自然也不小。而到了现如今，轮到俄军开始难受了。基于苏罗维金防线的重要战略意义，俄军自然是不会轻易放弃。于是乌军炮兵部队刷战机刷得飞起。与此同时，似乎是为了进一步恶心俄罗斯，美国援助的小手再次动了起来。根据7月7号美媒体的报道，据2位因谈论私下商讨而不愿意具名的知情人士称，拜登政府预计将于本周公布新的军事援助计划，其中呢将包括提供双重用途改进型常规弹药。此类弹药呢是一种火炮或者地对地导弹弹头，主要是用于在最佳高度和距离对目标密集区域覆盖范围内发射子弹药。其子弹药使用巨能装药可以反装甲，使用破片则能杀伤人员，所以才被命名为双重用途。该类弹药的空对地型号呢就是集束炸弹。目前呢，美军有着 M483 和 M862 2款技术弹药，都能够由美元的 M777 火炮发射。虽然说对于该消息白宫并未立刻进行回复，五角大楼发言人只是向记者表示，就 DPICM 而言，我们正在考虑的事情，我们的库存中呢有多种 DPICM 变体，而我们正在考虑提供的变体
不包括不良率高于 2.35% 的旧变体。我们知道，几十年前的报告表明，某些155毫米 DPICM 的哑弹率较高，因此我们会仔细选择哑弹率较低的子弹。我们最近有测试数据，但大兵认为原污的概率很大。其实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就有一群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致信请求美总统拜登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信中内容显示，我们呼吁您立刻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例如两用先进常规弹药。该党人员认为，提供弹药再加上其他军事支持，才能帮助乌克兰将俄军赶出国内。提供 DPICM 将使乌克兰抵消俄军在人力和炮弹方面的数量优势，也将使乌军能集中使用单一弹头来打击更有价值的俄军目标。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就在上个月，五角大楼派出了负责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大陆事务的高级官员，就集束炸弹问题向国会作证。期间，美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劳拉·库珀声称，军事分析家已经证实 DPICM 非常有用，尤其是针对战场上的俄军阵地。库珀还说道，对于没有军事专业知识的国会议员来说，听到验证确实有助推动进展。与此同时，在6月份，国会的一个两党团体也致信拜登，鼓励他为乌克兰提供武器。该组织指出，美国在冷战期间开发出集束弹药，为的就是对抗俄罗斯的数量和物质优势。现在他们能够用于乌克兰的防御。在此之前呢，泽连斯基也曾多次提出要求，美国提供集束炸弹。如今看来似乎是要成功了。最终结果可能会在7月11到12号举行的北约维尔纽斯峰会期间敲定。总结来说呢，在战争之初，面对准备不足的乌克兰，俄罗斯都未能将其一举击败。如今随着乌军实力的不断增强，想要完全击败乌克兰已经几乎不可能了，甚至有被乌克兰击败的可能性。那么大家认为巴赫穆特区域的俄军还能够坚持多久呢？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